这回回上海没有那种特别抑郁的感受吧？其实也是有的吧。刚开始是有。对，现在还是就是很想回去嘛。我必须非常坦诚的面对自己啊，我觉得刚回上海是有的，然后突然发现，哎，上海还挺亲切的，有些地方好久没去了，也有刚去马来西亚那种新鲜感，所以我又脑袋里面有另一股反向的思潮，就拼命的给自己去装进一些说，哎呀，上海是我不喜欢的，上海是我不喜欢的，有这种现在有点调和融合了，我开始接受了。OK，它是我的家乡，是我曾经生活了将近40年的地方。蛮好的嘛，你适应性很强嘛。是。这方面你情绪比我稳定，不像我可能还是感受到更多的这种冲击吧。然后这种和上一代观念上的冲击，还有和我们身边人跟我们想法不一样人的这种对撞。是。我想再拉回来一点点哦，就是上海回来就会感受好，你有没有发现跟我们前2次都分别单独回来感受不好，最大的区别是就是3个人一起回来，对，我们3个人把一个家搬回来。所以我就像阿凡达说的 family sticks together， 就是只要是一起回来，我真的就感受还不错。好，那接着说你刚才说和其他人的一些碰撞吧，是在哪些方面呢？哎，你听，虽然这个蝉声，好像我印象里面我们在马来西亚没有听到过。对，马来西亚就是乌鸦声。马来西亚对，是乌鸦的叫声。我一讲乌鸦，大家很敏感的，要么觉得我不喜欢它，它不吉利，要么就跟我解释可以请有些官员过来射鸟，要么主要是因为垃圾的问题啊。对anyway， 我觉得还好了，还好。对，我觉得最近这一阵子吧，就是我们视频底下频道下面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实在是让我太惊喜、太意外了。就大家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这种观点，不管是我们收到大部分都是非常热情洋溢的这种对我们的祝福，然后心态平和的，对，然后去认同我们关于大马的一些观察这个观点。我就想到我自己哦，在国内我也自己默默的写了7年的，我在我的业余时间做了一个专门写字的地方，就是我们叫微信公众号。我已经写了400-500篇吧，有的时候很认真的去写一些自己的生活观察，然后我听一些podcast， 一些读书的笔记。No one cares， No one cares， 没有人留言。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氛围太不一样了。所以我感受到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大家都善于表达自己的这种正向的这种鼓励，是不是也是一种推动？因为我觉得在这边的话，无论是你的长辈，还是你在这边的工作，还有你的师长，都会有一种所谓的说不能够让你太骄傲，所以他们非常吝啬对你的肯定，这个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它也会体现在对小孩的教育上吧？是，就他这里面父母吧，他会觉得说，我做的都是对的，所以我是为你好，然后他就以支配性的这种观点，给你很多的 judgment， 体现在教育的方方面面。像还小的时候，你必须要这样做好，那个是不行的，会着凉的，回来要怎么样，马上得要做功课。你这还好啦，我小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某一次考试，好像初中的某一次考试考得不好，我爸我妈就会跟我去分析说，你这次考试考得不好，然后你的平时成绩就不好，平时成绩不好的话，好学校怎么会要你呢？你考不上一个好的高中，你将来怎么考得进大学？然后考不进大学，你的人生就是一个 total failure。对，无非就想告诉你，你就完了。对，就他们自己在玩一个有限游戏，他就告诉你这是一个零和的，资源有限的，你不好好弄这个，他好像就进入到这个游戏里，然后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些悲情的情景。有可能，也有可能就是他也没有见过未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只能选择一条大部分人走的路，或者说大部分人认为对的路，在他的视野里面就只有一条路，一条正确的路，和一条错误的路。所以，对。可悲了，而且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啊，我感到最可悲、最窒息的，虽然是别人的事情啊，我们不是这样教育小孩，不是这样教育 Wilson， 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的亲属，我跟他们吃饭的时候，这个比自己生活环境更要感到窒息，就是他们仍旧，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讲，有点不近人情啊，就我觉得他们仍旧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是一个自己可支配的财产，所属物。你必须要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你必须要未来读什么样的大学。然后你该怎么样，然后你不能怎么样，一大堆的应该怎么样和不该怎么样，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难受，就是。我觉得这我以前也不能理解，但是因为最近看的那本书就叫《Adult Child of Emotionally Immature Parents》，我觉得我们的中国式的父母情绪居民就是这样子，他们是一个成人小孩，他们是情绪不成熟的，在他们世界里面，就是首先他们是非常害怕那种跟孩子之间的 intimacy。
就是所谓的亲密感，因为他们可能小时候没有被自己的父母建立这样一种很温柔的表达爱意。比如说，你能想象我们父辈他们的爸妈会抱着他们说，哎 ，I love you， 会亲一亲他们。我们是从来没有跟父母，这导致我们也现在不敢跟父母这样。对，我们父母他们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对我们经历过。那这是为什么？因为 intimacy 这个事情是需要去用自己的这种真情实意去表达的，还要行为，你要突破这一层，它的难度是很大的。但是 immature parents 他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说，我只要告诉你世界上就非黑即白，然后 whatever 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两分法的世界，他能够逃避这种亲密，因为建立亲密连接的难度太大了。那有没有和儒教文化也有关系？肯定有啊。是啊，所以我不知道像马来西亚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父母和小孩之间会不会很亲密？我有个朋友至少说上回父亲节他是怎么过的，他说他爸爸他儿子还有就是他岳父几个人吃了一顿饭，觉得那至少是感情还是非常亲密的。是啊，觉得你印象里面你跟你爸妈之间的这种亲密的时刻是什么？情感交流上最亲密的那个 moment 非常少了。一个是结婚，大家会有一个形式感吧，就做一些拥抱，说一些温暖的言语，婚礼仪式上。第二就是我们去大马的时候，大家在机场上拥抱了一下吧。我爸妈好像没这意识，我还是上去拍了一下，就他们反而好像感觉挺难受的，就感觉我们是去吃苦了。我印象里面联系最亲密的一次，我爸向我表达亲密的是他60周岁生日的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给他办了一个也是几桌的这种酒席，然后在这个上面我就抱了抱他，然后我爸就有点很动容，就开始掉眼泪了。然后因为我抱他时我就说了，我说你小时候打我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我还是希望你好像没过去了。对，这个像阴影一样经常还是会在我脑海里面想起那些很痛苦的回忆啊。是，千万不要打小孩，千万不要打小孩，不然你就是个弱者。对啊，就我们出来之前我们会一直受到朋友们的问询，就是你们去了大马，你们父母怎么办？然后接下来就大部分的人会引用一句话，就是中国人说父母在不远游嘛。对，那你们干嘛去远游呢？其实他内心是有这种指责的哈，然后我不太熟的我就不会回答他，笑一笑吧。但非常非常熟的，我会说出我的心里话，就是父母也该对自己负责，或者说父母是成年人，我没有办法替他做选择。讲实话，我们俩的父母都是不想出来，不愿意跟我们这个生活在一起，他们最喜欢的是他现在所熟悉的环境嘛。那我比你幸运，因为我有一些朋友，特别是支持我去大马的这些朋友，他们每次是我跟他们说，我说我碰到很多困惑啊，别人都会评价我说你这是对父母的不负责任。我有2个朋友直接跟我说，那他们一定是语文没学好，因为《论语》里面孔子说这句话叫“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游必有方，就是你要出去的话，你的父母还健在，那你出去一定是为了自己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对，那你就应该出去，对吧？对，孔子是不会把话说死的，他说这个6艺就是必也射乎，这一定会加一些条件上去。所以你说总结你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回到上海来说的话，我这次是有一种对自己的一种自豪吧。因为我感觉说我获得了一种自由，这种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Once we live for ourselves。对，我人到中年，我选择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做那件事情，那我选择做的就是离开我生活了40年的轨道，我生活跟工作都发生巨大的变化。对，然后我为自己负责，我想好了这个东西最大的一个后果失败，我愿意去承受。那要不成功的话，我也甘之如饴。我也是这样想的啊，所以你看我的名字叫什么？大马 Reborn in Malaysia Reborn。但我们有一些特别好的大马的一些订阅者跟我们讲说 Reborn 这个是不是太重了？可是你知道吗？对一个每个人不一样，对我来讲就是 Reborn。所以我也讲过一句很 harsh 的话，我就说我爱大马与大马无关。怎么说 ？It's all about me. It's all about the family. 怎么说？就有我们的心境，有可能我们会，有可能我想去其他地方呢。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我前一阵子这个了解到，我以前看的一部电影叫《走出非洲》，没看过，你说说。这个女主人她的人物设定就是她觉得她既她所拥有，她的情人、她的丈夫，她所拥有的一切财产，从丹麦运到非洲，在那里才能展开她的生活。但她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她的情人意外离世了，她的丈夫感染了什么那种性病传给她，她的家财都没有了。当她铅华洗尽的那一刻，她才知道说，她不是她所拥有的东西组成的，她就是她。
我觉得这个感觉，朋友们，我知道我是说重了，可是这就是一个40岁的中年人 reborn 的过程。大马是一个载体，但我无比感恩、无比幸运的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载体下，这样的一个子宫里，一个 matrix 中被出生出来。我想到《黑客帝国》Matrix 啊，那看来那个大马就是你的 the one for you。对啊，Thank you。好，挺好的。现在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了，现在我们70点了是吧？对，我们喜欢吃的湖南菜，是，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好，我们俩拍了这么随意的一集哈，希望大家喜欢吧。